伦纳德又不打了。奥运男篮热身赛，美国男篮一战暴露缺陷，詹姆斯赛后采访挑明现状，湖人17号秀终于迎来爆发。球场之外，胖杰还在。大家好，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灌篮的胖杰。美国男篮第一场热身赛终于开打，他们的对手是拥有众多 NBA 球员坐镇的加拿大男篮。但就在比赛开打前夕，美国篮协突然对外发布消息，洛杉矶快船球星科怀伦纳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退出本届美国男篮。另外，刚刚跟随波士顿凯尔特人拿下总冠军的后卫德里克怀特将顶替伦纳德出战。这则消息一经发出，就引发了美国球迷的轰动。毕竟伦纳德已经跟随美国男篮训练营集训了4天，还参与了球队的定妆照与全家福拍摄。尽管在此前的队内训练赛里，伦纳德未能出场，但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和杜兰特一样，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赶在巴黎奥运会开打前一定可以回归。然而，就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剩2个星期时间时，伦纳德团队突然决定要退出本届美国男篮。虽然美国篮协对外发表的声明委婉地表示，这是美国男篮与伦纳德团队共同商讨的决定，但是据多家美国媒体的爆料，伦纳德团队在球队训练营开始2天之后，就多次找到美国篮协，表达了他们对于伦纳德伤情的担忧，并希望可以从球员长远的角度考虑，同意其退出申请。另一部分媒体认为，伦纳德在上赛季季后赛缺席了多场比赛，直接导致快船早早出局。如今他要是满血出现在美国男篮的比赛当中，将令快船球迷感到彻底失望。因而最终小卡也是无奈放弃了这次参加奥运会的宝贵机会，以维护自己在快船球迷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入选美国男篮2024阵容的时候，伦纳德就还处于受伤状态。季后赛的时候，伦纳德都没怎么上场。快船季后赛首轮2比4输给了独行侠，6场比赛，伦纳德只打了2场，后面就一直在养伤。所以当时伦纳德入选美国男篮的时候，胖杰就有点疑惑，这哥们正经领衔的比赛都打不了，还要去打奥运会啊？果然还是打不了。根据美国记者汤姆·约纳尔的消息，退出国家队的选择是美国男篮和快船队一起商议决定的，主要是为了让伦纳德为新赛季做准备。现任美国男篮总经理格兰特·希尔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很希望他能留下来，很赞赏他能来，并愿意做出牺牲，但可惜最终还是没能成功。这么说来，应该就是快船不太同意伦纳德打奥运会，也能理解，按照伦纳德的脆度，万一夏天受伤了，新赛季就真的完了。后续美国男篮也发表了官方声明，声明里写道，过去几周，伦纳德一直在为奥运会做准备，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一些强度训练，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参加比赛了，但他尊重美国队和快船的决定在休赛季剩余的时间里为新赛季做准备，而不是参加奥运会，这是对他最有利的决定。果然，伦纳德打球很厉害，但就是不打球。美国男篮经过1个月的集训，迎来巴黎奥运会首个热身赛对伍加拿大男篮。本届美国男篮可以说群星璀璨，既有詹姆斯、库里、杜兰特等老将坐镇，也有塔图姆、布克等中生代主力，同时也有爱德华兹、哈利伯顿年轻球员加盟。他们在奥运会球队中实力独一档，面对亚历山大和穆雷领衔的加拿大男篮，获胜无悬念。本场比赛美国男篮首发阵容：霍勒迪、库里、布克、詹姆斯、恩比德。第1节比赛开始，美国男篮开场明显没进入状态，连续投篮不中，前4分钟多被打了1比11。随后库里3分球终于为美国男篮投进了第1球。美国男篮进攻效率非常低。第1节比赛结束，美国男篮14比25加拿大。第2节比赛开场，爱德华兹为美国男篮先进1球，美国男篮开场6比0打停加拿大。第2节美国男篮找到状态，打出14比2再次打停加拿大。随后美国男篮掌控了比赛局面。半场比赛结束，美国男篮41比33加拿大。詹姆斯3分2篮板1断1帽，库里3分1篮板1助攻，霍勒迪2分4篮板2助攻2帽，恩比德3分3篮板1助攻，布克5分1篮板，戴维斯4分5篮板2助攻1断2帽，哈利伯顿3篮板3助攻2断，塔图姆8分1断1篮板，阿德巴约5分2篮板，爱德华兹8分3篮板1助攻。下半场回来，又是库里的3分球为美国男篮先进1球，库里开场连得9分，布克、恩比德、詹姆斯连续得分，美国男篮底分保持领先，牢牢压制对手。爱德华兹压上命中3分球。第3节比赛结束，美国男篮69比54加拿大。第4节比赛开场，双方连续打铁。第3分钟，加拿大沃克用一记3分球打开双方进球账户。第4节比赛，加拿大上了全替补。全场比赛结束，美国男篮86比72加拿大。霍勒迪11分4助攻2帽5篮板，哈利伯顿2分4篮板6助攻4断1帽，布克9分2助攻，詹姆斯7分5篮板3助攻3断1帽，恩比德5分2助攻5犯规6篮板，库里12分2篮板3助攻，戴维斯10分11篮板2助攻2断4帽，爱德华兹13分3篮板，塔图姆8分2助攻，阿德巴约6分7篮板。美国男篮本场比赛状态一般，也没怎么发力，全场3分球只有21中6，防守强度也不够高。
此亦被认为是巴黎奥运会男篮总决赛的提前预演。因为就纸面实力而言，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确实是最强的两支队伍，双方基本都是由 NBA 球员组成。此役杜兰特没有出战，伦纳德也退出了国家队。纵观全场比赛来看，美国男篮虽然赢了，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首先是配合生疏，球员之间才共同训练了没几天。首节美国男篮进攻各种便秘，三分不断打铁，就连罚球也不准。重要的是单打太多了。据统计，美国男篮首节过半居然只拿到1分，还是靠詹姆斯罚球所得。直到距离首节结束还剩5分40秒时，库里才命中了3分球，这还是美国男篮首个运动战进球。其次，美国男篮的打法也有问题，比赛开局阶段突破太多，眼看无人得分，美国男篮才开始选择投篮破局。因为与 NBA 不同，国际赛场其实更加考验球员的投篮能力，而不是突破能力。第三个问题，恩比德真不适合首发，大帝总是飘在外面和库里抢地盘，关键恩比德自己打的又不好，投不进，各种离谱失误，某个回合防守时还肘击鲍威尔，导致后者下巴流血。不知道恩比德是怎么想的，这是把美国男篮当成了76人队来打。作为中锋，你就应该好好待在内线。美国男篮不缺少后卫，然而还没结束，过了不久，恩比德又对巴雷特犯规，5次犯规被罚下场。总体来说，恩比德这场毫无亮点可言。美国男篮今天的首发名单是霍勒迪加、库里加、波克加、詹姆斯加恩比德，让浓眉替换大帝效果会更好。当然了，美国男篮也并非毫无亮点可言。从4节开始，他们的防守强度明显提高了一大截，导致加拿大男篮各种不适应，得分困难。这里不得不称赞詹姆斯，尽管投篮期中3手感不佳，可是防守端詹姆斯多次立功，盯满大帽沃克，甚至不少回合单防加马尔、穆雷，结果导致穆雷8中2，全场只拿到5分。再就是浓眉、大帽亚历山大、抢端沃克、封盖迪龙、单飞博奇，浓眉在内线阵射力十足，所以说恩比德还是打替补吧。除了詹梅外，库里也有着出色的表现，霍勒迪、库克和爱德华兹同样功不可没。总体而言，美国男篮的防守非常强硬，主要是进攻问题和化学反应需要解决。恩比德不能再首发。比赛结束后，詹姆斯接受了采访，谈到伦纳德退出美国男篮时，詹姆斯说道：“很明显，这是伦纳德和美国男篮共同做出的决定，他肯定很期待奥运。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是祝他一切顺利，这才是最重要的。”随后谈到比赛期间和库里完成了一次空中连线时，詹姆斯表示，这是2个人热爱篮球的球员试图彼此分享罢了。上半场我错过了一些远距离3分球，但是他成功的与我完成了空接，这很有趣。我们都以高水平在打球，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热爱篮球，并且都在以正确的方式去打球。接下来才是重点。谈到首个热身赛击败加拿大男篮时，詹姆斯回复道：“我们并不满足今天的胜利，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能参加奥运会真的很棒，现在我们只专注于拿到金牌。”看得出来，詹姆斯信心十足。不知道其他队伍怕吗？美国男篮接下来的热身赛对手有澳大利亚男篮、塞尔维亚男篮、南苏丹男篮和德国男篮，这无疑是检验美国男篮实力的大好机会。而到了奥运会，美国男篮被分在了 C 组，同组对手还有塞尔维亚男篮、南苏丹男篮和波多黎各男篮。除了塞尔维亚，其他2队都无法对美国队造成威胁。今年他们能否夺冠，我们拭目以待吧。NBA 夏季联赛加州经典赛，湖人以76比80被热火逆转吞3连败。这场比赛，湖人2024年17号就终于迎来了爆发，他撕毁了西菲诺2代的标签，从裁员断臂中捡回了自己本届第2投手的头衔。科内克特下联首战对阵国王，26分钟12中3加3分4中1，只拿到12分4助攻2篮板2抢断。第2场打勇士22分钟13中3，3分3中1，拿到12分2篮板1助攻2抢断，合计25中5加3分7中2，跟本届第2投手根本扯不上关系。他甚至被贴上了西菲诺20组的标签。此一开场，科内克特就展现了3分能力，首节6中3加3分3中2，拿到10分5篮板1助攻，4节还空切暴扣，上半场已经拿到14分7篮板1助攻的数据。第3节，科内克特又完成了一个中距离突破到篮下命中，单节4中2拿到6分1篮板。不过末节科内克特哑火了，单节4中0，3分3中0，拿0分1篮板。全场比赛18中7，3分8中2，拿20分9篮板1助攻，命中率38.9%，但也比之前的2场比赛出色了，至少得分上20加。科内克特这场比赛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能看出一些东西，可末节对方给更足的对抗后，他的效率值明显下滑。他进入 NBA 的第一步应该是增肌提升对抗，这样才可以提升投篮稳定性。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如果你喜欢棒杰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